再过15分钟呢，我们那个外膜将房管就打开。他们这个你这个比的还多了。这是迄今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吊水工程，它所消耗的混凝土足以建造100座跨越长江的大桥。然而，人们的梦想和雄心正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几十米深的河床之下，开凿2条超过3公里的隧洞，从而穿越黄河？如何架设起1600吨重的巨型渡槽，并承受相当于黄河所带来的水流压力？如何使长江水一步一步提升，越过40米的高度屏障？数十万名建设者铺展在中国大地的工程现场。它云集着中国顶尖的水利工程专家和技术人员，以及超过1000家在工程建设领域富有实力与经验的施工单位。他们将迎接巨大而严峻的考验，逾越一个又一个技术屏障。它的吊水的量、吊水线路的长度、受水的范围，这个受益的人口，都是世界之最。这工程是巨大的，并且里面有很多的难题。最大的挑战还是一些技术难题的这个解决，因为技术难题这个解决没有第2条路可以选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南起湖北丹江口水库，北到北京和天津，期间要越过约600条河道、200条灌溉渠，近30次横穿铁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南起江苏扬州，在山东境内分2路输水，一路北上天津，另一路向东到达胶东半岛，将建设13个梯级泵站，安装160台大型水泵，把从长江抽引的水逐级提高到将近13层居民楼的高度。2条长度均超过1000公里的输水干线，将把长江这一世界第3大河流的江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干渴的中国北方。自2005年起，在南水北调中线的源头丹江口水库，规模空前的大坝加高工程已经开启。9月1号动工的是吧？那个时候的坝顶高度多少？162米，是不是？
1959年，怀揣着水利学校的毕业证书，杨凤吾来到丹江口大坝工地。我印象很深的是，59年我来的时候浇混凝土，浇那个什么18盘那个第2盘的时候，那就很造业，就是打的排架。哎呀，如果靠人工才能拉呀，像拉钱一样的，后面推啊，那个人工打得刺我。那时，10多万军民几乎用最简单、最原始的工具，用身体的极限，建造这座巨型水坝。经过15年的艰苦施工，1974年，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完工。之后近40年，丹江口大坝累计创造的防洪、发电、灌溉等综合效益，已经超过工程造价50多倍。然而，老的大坝终究无法满足南水北调所提出的更高要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丹江口水库输水到中国北方，输水距离超过1000公里。它利用的是高度落差原理。丹江口水库老坝162米高度拦蓄的水量，远远不能满足每年95亿立方米的调水规模。为达到这个目标，大坝高度将由162米增加到176.6米，坝顶长度将由2494米增加到3442米。这样，水库库容将扩大近1倍。大坝加高14米，其难度在世界水利工程史上前所未有。水位虽然抬高了13米，但是它的水压力要增加40%，要确保这个大坝安全运行。我还是这个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丹江口大坝加高，是在老坝的基础上进行培厚、加高和改造，也就相当于让老坝背起一座新坝。让今天的设计人员感到欣慰的是，50多年前丹江口水坝初建时，就已经为今天的加高预留了足够的空间。在全国10几个水利工程建设现场转战了40年后，已经退休的杨凤吾被返聘为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质量监督站站长，又回到他事业起始的地方。超过10个小时了，可能啊。你把船长放在桥上里头给他。对，我在说他，你在干啥？哦，他这个防雨坝是做围堰的。对，做围堰了的，所以昨天的雨水给它冲下来了。哎，把冲干净了。哎，这个冲差不多要冲上，现在肯定。杨凤吾的监测标准极尽苛刻，他的身后是一套由国家制定的极其严格的质量监管制度，涵盖了工程建设的每个层面，任何小小的疏漏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经过爆破，大坝的表层被拆除，露出新旧混凝土的结合面。一个重大问题也意外地暴露出来：大坝表层下隐藏的裂缝，比专家预期的要多几十倍。近40年不间断的运行，让这座大坝内伤累累。这些缝隙，假如不加处理，必然成为坝体加高的安全隐患。技术人员对大坝做了一次全面检查。水上水下全部进行清查，查清楚了以后，
这些个问题对于坝的安全到底有什么影响？哪些是属于一般性的问题，哪些是属于关键性的问题？影响是什么？依照科研单位进行计算以后，它是对每一条缝进行了单独的设计，有一些缝就是说我打一些铆筋把它拉起来，另外灌浆啊，整个凿除啊。22米的钢筋直入闸墩，经过加固的闸墩，钢筋数量达到原来的3倍。大规模的浇筑开始了。又一个急需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摆在了所有工程人员面前。加高工程是在已经运行30多年的老坝上进行改扩建。由于坝体温度基本恒定，而新混凝土却处在急剧升温的状态，浇筑下去势必存在很大的温度差，致使新老坝体无法紧密结合，而小小的裂缝足以给大坝带来致命的伤害。控制混凝土的温度裂缝是一道世界性技术难题。一方面嘛是在材料上做文章，选用这个低热微膨胀水泥，适当的提高这个混凝土的标号，同时呢采取了一些结构手段，比如讲补助了建槽。控制混凝土裂缝，关键在于控制温度。工人们对砂石料先通风冷却，再用冷水浸泡，然后加冰搅拌。中午，塔吊吊着几个塑料桶，即将到达大坝的浇筑宫殿。这是南水北调建设工地上的普通一餐。一般都是在工地上，中午在工地上吃完，可以节省点时间嘛。我觉得是，那个要灰的话，它又不能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自丹江口水库向北进发，需要经过河流、铁路、公路、洼地等复杂地段。工程师们将采用一种庞大的空中输水廊道完成跨越。这个输水廊道就是渡槽，是一种架在空中的水槽。整个中线工程需要架设27座不同类型的渡槽。这是南水北调中线距丹江口水库240公里的沙河渡槽，它全长近10公里，将帮助江水越过沙河、大郎河等河流，一路北上。它架设时采用槽上运槽的方法，难度巨大。槽墩间距30米，一次吊装重量就达1200吨，相当于吊起一辆由20节车厢组成的运煤火车。
与沙河渡槽相隔200公里的湍河渡槽，更加非同一般。每孔渡槽重达1600吨，内径9米，每跨长度40米。无论体量、单跨跨度还是流量，都占据世界之最。更独特的是，湍河渡槽并没有采用提前预制的办法，因为将1600吨重的渡槽架设到半空中，是对运输和起重设备的巨大考验。工程师们采取的方法是，运用造槽机在空中浇筑渡槽。工人们在造槽机内绑扎和铺设钢筋，然后浇筑混凝土。经过21天的凝固和养护，一段新的混凝土渡槽终于宣告成型，即将破壳而出。再过15分钟呢，我们那个万模将房网就打开。1、2、3、4，本地横移升开始。造槽机缓慢行进，40分钟后，它将过渡到下一个跨度。这是大型造槽机在国内的首次运用，新的水利工程建造技术在这里破茧成长。南水北调，艰险重重，借助渡槽的力量，中线干渠跨越10几条河流，向北一路挺进了400多公里。但是，在邙山脚下却止住了步伐。他的面前出现了一道天堑，这就是黄河。再大的困难，也无法阻挡南水北调前行的步伐。工程师们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设想：开挖2条长度超过3公里的隧道，穿越黄河底部。能否穿越黄河，关系着整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成败。川黄工程呢，它地区处于7度地震，这个7度呢，就是基本力度是7度地区，但是我们设计的话，要在这个基础上再提高1度，基本力度差不多相当于500年一遇了。2005年9月27日，这些空运而来的巨大部件，被组装成2台盾构机。盾构机有3层楼那么高，它们前部装有刀盘，披挂着140多把不同类型的刀具。盾构机机身长约80米，这庞然大物将承担起穿越黄河的使命。根据工程设计，2条川黄隧洞内径7米，盾构机要在黄河河底之下穿越3450米，再穿过800米长的邙山山体。这将是
不见天日的水底隧洞。2台盾构机从黄河北岸始发，盾构机刀盘旋转时，带动刀具把大块土体切成小碎块，并通过循环的泥浆排到地面。掘进的同时，盾构机将在洞壁上拼装管片。川黄工地不眠不休，而中线沿途其他各项工程已相继展开。经10段工程，南起石家庄，自2003年开工，2008年9月28日，因河北之水入京，北京的用水危机得到暂时缓冲。中线工程持续推进。中国版图上，另一条纵贯南北的输水动脉——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也在攻克难关，步步前行。与中线工程不同的是，东线工程将从江苏的江都提取长江之水，输送到天津和山东。它面临的最大难点是地势问题。山东的地势高度比江都长江口高出约40米，如何跨越这40米的高度屏障，实现水往高处流，将考验建设者的智慧和决心。建设者正在建造一个庞大的泵站群，它包括13个梯级泵站，将安装160台大型水泵。这些泵站将要把从长江抽引的水逐级提高到将近13层居民楼的高度，输送到地势较高的中国北方地区。绿树掩映下的建筑，是中国最大的引江枢纽工程——江都水利枢纽。它始建于1961年，是江苏省江水北调的起点，而今称为南水北调东线调水的源头，将引领长江之水沿大运河一路北上。南水北调东线新建的21座泵站中，大约有1/3需要采用一种水平放置的水泵，行业内称之为灌流泵。与国内常见的直立式水泵相比，抽引同样的水量，这种平卧式水泵更节省电能。我们东线的泵站的很大的特点叫低扬层，叫大流量，到运行时间长，每年到5000个小时，跟那个排浪泵站不一样的，所以对水泵的要求特别高。南水北调需要不间断的常年输水，每提高1%的效能，都意味着巨额的财富。在确定了国外技术无法满足南水北调的设计要求后，中国的水泵研究者们决心研发出真正适合中国的灌流泵。在上海的这家工厂里，专家们的研究成果正在通过工人们的双手转化成实际应用的产品。进厂已经26年，足足26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像灌流泵这种结构的电机，但是我们有信心，还是想尝试一下。经过3年多的研究、设计和制造，第1台泵机组装完毕，即将迎来试车。千里之外的江苏泗洪，已经做好迎接巨型水泵的准备。泗洪泵站在东线13级泵站中，属于第4梯级。巨大的水泵外壳被天车吊起。水泵安装需要极其精确，在水平位置上的偏移不能超过0.1毫米，也就是不到1根头发丝的粗细。好，行，下了，这个脚不要退，再过去5分钟啊！再走这边再过来5公分就行了。5公分嘛？哎，不是，不要，往这边去，先过来把先放下来。过来，可以下来了。不是，你下去抢路。哎，尽力得抢到位了。到位了。在千里水脉的建设现场，无法预知的险情常常意外发生。2009年，中线川黄工地传来了一个消息：盾构机排出了不明金属块，较大的有小孩手掌的大小。在黄河由淤泥和沙石构成的万古河床之下，哪儿来的金属块？经过认定，金属块是盾构机刀盘上破损的残片，刀具破损导致无法正常掘进，施工被迫暂停。把我们所地层所在的土样送到检测站去分析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石英含量远远高于原来的设计标准。这个呢，应该是刀具磨损最大的原因。此时头顶之上几十米，就是滔滔黄河水。盾构机既不能前进，更无法后退。唯一的办法就是进入盾构机最前部的开挖舱，更换刀具。而在河床之下几十米深进入开挖舱作业，要冒生命的危险。盾构机依靠气压的力量，将泥浆排出地面。维修人员要进入盾构机刀盘后面一个狭小而充满泥浆的空间进行作业，需要承受的气压相当于高压锅的2倍，这可能已是人体所能承受的极限。有人因此患上难以治愈的气压病。而一旦进入盾构机的舱内，生命危险就时刻伴随。上面有40多米深的水和土，全部靠我们的保压系统来进行平衡外面的这个水土压力。一旦我们这套保压的压力出现了波动，或者是不稳定，或者是急剧下降，出现涌水涌沙塌方，直接危害我们带压进舱工人的一个生命安全。
为了修复受损的刀盘，技术员胡世勇带领2名队友，将冒着生命危险进入盾构机的最深处。盾构机人员舱异常狭小，最多容纳4个人。捏起鼻子，是为了避免在气压升高时耳膜破裂出血。此时，舱内气压已相当于高压锅沸腾时的2倍。经过半小时的身体适应，工程人员打开下一舱门，他们即将进入开挖舱，到盾构机的最前端，在刀盘中间的泥水中完成工作。感觉到很难受，呼吸特别的困难，那里面的压力是特别高的。挖了一个刀，推一个刀，是满身满脸全是汗水呀、泥水。一般我们规定是15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要跟地面的这个人员联系一次。一次，进舱人员已经进入40分钟，毫无音信，舱外空气陡然紧张起来。地层里的气压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突变，人们无法预判开挖舱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然后就是动用我们一切可以跟他们联络的这个手段，包括用这个钢筋敲击这个盾构机的这个轴承啊、撑靴啊这些零部件，因为钢铁这个声音可以传到这个密封舱里面。虽然最终有惊无险，但这次经历让所有工程人员永久铭记。在中线穿环工程中，2台盾构机共完成带压进舱近400舱次，每一次都是一次生死考验。更换了牙齿的盾构机又继续向前掘进，黄河南岸逐渐接近。2009年12月22日，经过3450米的艰难跋涉后，沾满泥浆的刀盘第一次出现在人们面前。在地下前行了500多个日日夜夜之后，盾构机终于穿越了黄河天堑。中线工程自此一路北上，顺利前行。32岁的张英，一位6岁孩子的母亲，在丹江口大坝工地，她是视野最开阔的人。她工作的地点是70多米高的塔吊。从2006年开始，他每年都要上下超过400次，高度连接起来，相当于攀登了20个珠穆朗玛峰。
张英的工作是驾驶塔吊的巨型吊臂，为大坝建设运送钢材、混凝土以及大型机械。7年来，他常常要值满12小时一班岗，有时候是从清晨工作到傍晚，有时候是从傍晚工作到清晨。在地面工作体会不到的是，在这样一个高度作业，他每天还不得不控制饮水量。看着这么壮观的大坝一天天的在我的脚下有着不一样的变化，我的内心是充满自豪感的，同时也为我这份付出觉得很值得。张英的丈夫是旁边这座塔吊的机长，大坝见证着他们的爱情，他们也见证着脚下的这座大坝一点点长高。2013年3月，丹江口大坝正在浇筑最后一方混凝土。为了赶抢混凝土的凝固时间，人们要从深夜忙碌到清晨。2个月后，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宣告完工，等候蓄水验收。我把这个完成过，我也心里满足了。不干了，再不干了。 50多年前，杨凤梧在丹江口遇到了他的终身伴侣。历经半个世纪岁月辗转，他们终又回到这里，在他事业和爱情起始的地方，为他奉献水利的一生画上句号。在南水北调工程这绵延1000多公里的水脉上，不知发生着多少触动心弦、一往直前的故事。41岁的陈建国是中线工程的一位项目经理。这位清瘦的河南汉子身上有股顽强干劲。工程团队在他带领下，先后6次在区域业绩评比中获得第1名。2014年，陈建国获得全国5一劳动奖章。荣誉背后，有着超乎常人的付出。在工期最紧张的时候，他把病弱的老父亲接到工地来照顾。同学之后，我有个愿望，我老父亲76了，从来没有来过北京。我想带着他到北京看一看，看一看这丹江水怎样流到北京来。取手老闸，爆破工程起爆！2013年4月，南水北调中线陶岔取手的旧闸成功爆破。在被拆除的老闸身后，一座全新的水坝巍然矗立。通水将从这座水坝打开闸门的那一刻开始。各项工程得以顺利实施，来自体制的有力保障和科学的管理措施。2003年，国务院成立了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协调沿线各地区各部门，从行政监管、工程建设管理和决策咨询3个层面进行保障。工程建设得到了沿线各级党委政府和群众的大力支持。为保证2014年全线顺利通水，在工程建设高峰期，建委会采取有效措施，节约大量投资，通过质量监管中的许多创举，对沿线各施工项目采取严格的工程监测和进度控制，
对质量问题实施零容忍。北京西四环的路边，一个宏大的地下工程已经悄然完成，它就是南水北调中线进入北京的涵洞。它上游连接着卢沟桥涵洞，下游通往团城湖。这样的输水线路已经绕北京城修建了100多公里。北京这座庞大的城市已经做好准备，等候南来之水。迄今，南水北调在工程建设领域创造了9项世界之最。中线工程共开挖和回填土方16亿立方米，建成各类水利建筑物2500多座，攻克了膨胀土地区施工、高填方、超大口径管道安装等一批世界级难题。东线工程开挖整治河流14条，建成亚洲乃至世界泵站数量最集中的现代化泵站群。从2002年东线开工算起，南水北调工程迄今已历时12年，数十万人参与了建设。他们付出了心血汗水，也成就着光荣与梦想。他们把生命中最壮丽的一段，投入到新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中。江河浩大，碧野无际。古往今来，多少传奇在中国的大地上演。而今，这一泓清水将见证新的壮举。